8月23日，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發布救護車項目簽約主體的情況說明。聲明稱，經多方反覆比選議價，救護車的最終成交單價遠低於同期市場公開價格。基金會從未違規向上汽大通及軍易公司採購任何醫療器械，所有採購環節杜絕任何形式的腐敗與利益輸送。如發現任何違法犯罪行為，將依法嚴肅追責。網絡上的相關質疑，該會已知悉，將全力配合有關部門的調查，有任何問題都將全面整改，絕不姑息，絕不回避問題。其實呀，你們都錯了。韓善人基金會啊，給上海軍仪的採購款其實是7580W，但為啥網友只找到了6000萬？因為根據慈善中國的信息顯示，其實上海軍仪汽車人家在2023年呀就已經開始在賣救護車給韓善人的基金会，所有的交易信息均来自于韓善人爱心慈善基金的重大事项頁面，重大事项信息都有记錄，累計支付12次，金額呢一共是1584W， 也就是說從2023年到2025年，上海军仪汽车这個媒體口中的皮包公司，對，你沒有聽錯，是皮包公司，累計從韓紅基金會拿走的救護車的採購訂單總金額呀應該是75.88.7萬，簡單的說就是7580萬。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上海軍儀的6000萬被找到？因為在24年和25年的審計報告中啊，它出現在了重大項目支出的部分，所以被網友挖出來。但是在韓紅基金會8月23號的聲明中，對於上汽大通和上海軍儀的描述就有一個讓人很疑惑的點，為什麼它這個東西沒有日期？現在啊，我們可能就有答案了，因為人家上海軍儀和韓大善人的基金會的救護車的採購交易，人家從2023年就開始，而不是2024年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但是這個依然無法解釋，為什麼上海軍儀這個不在官方披露名單中的授權經銷商，他是怎麼就能拿到授權去上汽大通買救護車呢？你們說這奇怪不奇怪？上汽大通難道真的做出了這個特殊的授權嗎？還是具體什麼其他情況呢？以及韓紅愛心慈善基金會為什麼不敢坦坦蕩蕩承認自己是在2023年就開始從上海軍儀採購救護車呢？好了，人家還公開聲明裡遮遮掩掩，那真的是一點誠意都沒有。他以為大家都是查不到還是啥？我在這裡也給大家補充一個細節，上汽大通和上海汽車集團他們是全資子公司的關係，而上汽集團同時也是韓紅基金會的主要捐贈人，曾經出現在關聯交易名單。但是哪怕是關聯交易，你好好做信息公開，其實我們消費者都是買單的，那為什麼要找一家皮包公司來當中間商？這裡邊肯定就有事兒。結果呢，幾年後咱們全國人民都變成福爾摩斯了，這就叫此地無銀300兩，欲蓋而彌彰。你們說呢，朋友們？關注我的都發財嘍！13萬的空殼子能叫救護車嗎？韓紅基金會，你到底在做什麼？供應商出來澄清，每輛13.2萬，不附帶醫療設備，所以不需要資質。可公眾要的不是價格澄清，是一個最基本的答案。沒有氧氣，沒有急救設備，這算什麼救護車？病人躺在上面是去送醫還是去送死？救護車不是運貨車。按國家配置標準，救護車必須配備急救箱、给氧裝置、呼吸球囊、擔架、血壓計等設備。一輛不帶任何醫療設備的救護車跟廂式貨車沒有區別。供應商說不附帶醫療設備不需要資質，可如果你連設備都不帶，那你賣的是救護車還是面包車？基金會解釋說，成交價遠低於市場價。可如果13萬買的是空殼，那便宜又有什麼意義？買100輛空殼也救不活一個病人。更讓人後背發涼的是，這個解釋恰好驗證了公眾最擔心的事：一輛救護車只有車沒有設備，那急救人員到了現場能幹什麼？抬上去，然後呢？等着病人自己撐到醫院。如果連最基本的氧氣都沒有，那要這車幹什麼？軍易公司負責人說，
相當於 4S 店只賣車不開車不造車，可 4S 店賣的是整車，不是一具鐵殼子。一輛沒有呼吸機的救護車就等於一輛沒有安全帶的汽車，你不能說便宜就行。醫療設備不是選配，是保命的東西。韓紅基金會還在沉默，公眾捐錢的時候衝着救人2個字去的，不是衝着13萬買個殼去的。一輛不能救人的救護車，成本再低也是一種浪費。那些錢是省下來的早餐，擠出來的零花錢，不是大風刮來的。錢去哪兒了？買了什麼？每一分都該說清楚。13萬的空殼子，這到底是救護車還是對公益的嘲諷？這是網友給大通官方打的一個電話，來，我們來仔細聽一下。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？你好，是上汽大通是吗？是的，這是小包410的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您？你好，我想購買一輛咱們的轻客，是在上海君逸汽車有限公司，我想問一下，他这是你们的授权商吗？請您稍等一下。請問您貴姓啊，先生？我姓謝。好的，謝先生，這邊的話您反饋的問題，作為這邊已經收到了。然後您買的是什麼車型啊？我想購買那個瑞80，我想問一下，上海君逸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你們的授權經銷商？非常抱歉，這邊的話，作為這邊暫時無法解答這方面的信息，我們這邊還沒有相關的信息可以直接解答您的問題。那為什麼如果是你的授權代理商的話，應該馬上能查到的相關信息啊？這邊作業會記錄好的，會給您進行記錄的，好嗎？會給您記錄最合適的。為什麼不能公開這個信息呢？如果有的話你就有，沒有的話你可以說沒有嗎？這個還有什麼模棱兩可的事情嗎？抱歉，您反饋諮詢的問題我們已經收到了，會詳細給您記錄反饋的。作業這邊暫時沒有其他解答的信息，我們這邊會給您記錄好的。好的，那謝謝。好的，不客氣的。客服那個圓滑呀，這個應對打電話的這些人，那個話術叫一個溜啊。這事兒的反轉來得有點快啊！上汽大通他居然直接否認了和君逸汽車的授權合作。咱可都記着呢，8月23號，某會是刚拍板發了这個官方聲明，明明白白的說那個數千萬的這個救護車採購項目裡啊，合作方君逸汽車是上汽大通官方授權的正牌經銷商，車企呢從頭到尾都參與了談判啊。結果呢，這份聲明是剛發出去，上汽大通轉頭就對個人作品發起了投訴，一口咬死啊，從來沒給君逸任何相關的訂單授權，也沒有指定他過來簽約開票。但咱們忍不住要多問幾句啊，上汽大通要是真覺得這事兒存在不實，自己被冒名了，為什麼不能大大方方的發個正式的官方公告，把前因後果給說清楚，反倒要藏在投訴的內容裡碎碎念這些關鍵的表態？再說了，要是認定某會的聲明失實，那要追責的也應該是直接去找這個某會發布不實信息啊，去投訴他才對，反倒衝了那些只照着基金會公開內容做了客觀轉述、正常評價的個人作品啊，現在啊已經被立案調查了，可兩邊啊各說各有理了。當然啊，這個投訴內容的截圖來源目前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咱們也要抱着一個懷疑的態度去看，等他2天看看有沒有後續。上汽大通在平台發起投訴，明確說從來沒有把君逸列為供應商，也沒有給過這家公司官方授權，但是矛盾馬上就來了。韓紅基金會這邊表示，價格配置全部是跟上汽大通直接談妥的，大通還出具了授權文件，談判的時候大通還有人到場，是廠家指定君逸來簽約開票走賬，君逸自己也對外宣稱自己就是上汽大通的授權經銷商，三方說法完全撞在一起，變成了羅生門，幾千萬，這都是老百姓一筆一筆捐出來的救命善款。現在大家心裡最擔心的是什麼？就怕最後調查一通出來一個熟悉的結果，定性某個基層人員私下違規操作，企業管理權責不清，公開道歉，整改內部流程，處理一個底層人員，主體全部摘乾淨，深層次的漏洞就一筆帶過。這種套路老百姓早就看厭了。試問單單一個基層員工哪裡有本事撬動幾千萬的公益大單？如果公司制度流程嚴格把關，私下出具的文件根本就走不到這一步。就算真的是底下人犯錯，那上層管理的漏洞同樣要講清楚。我們老百姓要的不是抓一個背鍋俠，我們要看授權原件、完整合同、全部資金流水。公益的善款容不得糊塗賬，不能簡簡單單就草草收。